中美航母伙食大比拼，是多种多样的中国美食好吃，还是煎炸的美式对口？来一起详细了解。Hello， 各位老铁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妞。关于中美航空母舰的实力对比，一直是网络上的一个热门话题，长期以来都是围绕双方航母战斗能力的对比，具体无非就是航母的舰载机、动力系统等等的性能对比，大多都是千篇一律。今天我们另辟蹊径，从中美双方航空母舰的伙食进行一个另类的对比，看看两军在饮食上有什么差异，哪艘航母在饮食方面能够更胜一筹。作为海上最强大的移动机场，航空母舰凭借其巨大的体型，在海军中可谓是无舰可比，有超过数千名的海军官兵同时协作，才能这个巨型战舰完全的发挥运行能力。要知道，数千名海军官兵夜以继日地进行高强度的工作，其体力和脑力的消耗比一般人强度要大，因此为了保障舰员的基本生活，这就需要每天合理的饮食保障。首先说说中国的辽宁号航母饮食。为了确保辽宁号能为2000多人提供足量的美食供应，辽宁号有数个主餐厅进行烹饪工作，日常的伙食可谓是非常的丰富，光主食就包括了饺子、面条、米饭等，菜品就更多了，什么油焖大虾、红烧肉、辣子鸡块等都是硬菜。做菜的设备也是非常的齐全，基本上和豪华餐厅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。多功能烤箱、豆腐机、大炒锅、气锅、大烤箱、蒸笼等设施一应俱全。制作的方式为蒸、炸、煎、卤、炒、煮等多种多样的美食制作方式。为了确保能让所有官兵实时的吃上热乎饭，辽宁号的用餐时间为1天6餐，可以采用自助送餐的方式享用美食。菜品的种类则是辽宁号的重头戏，包括龙虾、鲤鱼、辣子鸡丁、红烧肉、炸鸡、烤肉、炸丸子、肉拌面等一系列美食，采用丰富的中西结合方式，听了就让人直流口水呢。据媒体报道，可以说在辽宁号上服役2年的时间，就能够吃遍全国的名菜，完整的囊括了8大菜系，估计我们的潜艇官兵听了都要落泪。当然了，航母的饮食不仅仅随便吃点都是这么简单，飞行员和舰员的伙食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。前者的伙食是最高的标准，甚至还有海军专门的营养师对其进行吃饭种类的搭配和营养的评估，保证飞行员获得足够的营养，维持充沛的精神和体力完成作战任务。接下来我们说说美军的饮食。美国尼米兹级航空母舰的人数要比辽宁号多2到3倍，因为人家毕竟是核动力超级航母，人数大概在5000至6000人左右，餐厅和做饭的地方要比辽宁号多，光是专职的厨师基本上就将近100人。美国航母与辽宁号存在不同的饮食差异，美国航母采用的是1天5餐制度，除了1天3餐外，增加了午餐和夜宵，基本上是餐餐都有大鱼大肉，以高热量高蛋白食物为主，能够快速保障士兵获得营养补充。伙食方面为烤肉、炒鸡、沙拉、意面、牛排、披萨、汉堡、培根、红酒、啤酒等种种美食和可口的酒类。不过荤菜方面的食材好像只有土豆、生菜，其中最重要的食材就是炸鸡、牛排、培根老3样。一顿饭的炸鸡就1.36吨，1天午餐就是6.8吨，这个数量可谓是相当的恐怖了。辽宁号1天的伙食总量也不过10至12吨，美军可谓是大饱口福。因此综合对比来看，我们就能知道中美两国航母伙食的差异了。美国航母因为人数方面和舰艇大的优势，拥有比辽宁号多得多的食物储量，尤其是肉类，但是存在2个关键的问题。一，烹饪的方式太过单一，除了煎就是炸和烤，动不动就是炸鸡、煎牛排和烤肉。这样烹饪的优点是能快速为官兵补充碳水，但是长此以往会造成官兵的肥胖几率过高。要知道，美军平均100个人就有6个是肥胖的士兵，近年来因为肥胖被迫退伍的美军士兵超过1000个。二，美国航母菜品种类单一，这个前文已经说过，就不再赘述了，也就是炸、煎、烤出来的那几样，和中国的8大菜系的丰富种类简直不是一个次元。退一万步讲，辽宁即便是拿出一个菜系，其丰富的菜品也能吊打美国航母的所有伙食种类。因此，美国航母除了伙食量上的优势，其他均为劣势。反观中国航母对于美食的追求远超美军，8大菜系加7餐结合，美国有的菜系我们有，它没有的我们也有，
而且每日不重样，能够保证官兵均衡的吸收营养，还能变着花样的满足他们的味蕾，真是让众多人感到羡慕。如果你能选择，你会去美国航母就餐还是去中国航母就餐呢？我想绝大多数人应该会选择后者。各位朋友们，要是有不一样的看法，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虎妞期待能和大家一起讨论。